欢迎回到爱生的频道。2月27号开始，台湾海峡发生了一件怪事，曾经绕台的中国军机消失了，不是数量减少，而是接近于零。台湾的国防部他们每天公布的这个拦截数据，从平时的10几架突然间掉到了个位数，有几天只有2架。这样一种事情在2020年台湾开始公布数据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天的话可能是巧合，2天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天气，但是这个沉默持续了13天。美国媒体是最先注意到的， CNN 的标题是中国战斗机停止骚扰台湾了。坦率的说，这个是我们近年来从未见过的。而到了3月16号，这些曾经消失的飞机又回来了，不是慢慢恢复，而是一天之内直接拉满到36架次，比暂停之前还要更猛。好了，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已经让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了，但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13天的静默期间，有几件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个是3月8号，中国把2艘最新款的万吨级的055型驱逐舰编入了东部战区的海军。这个是055型第一次被部署到面向台湾的战区，台湾正对面来了2艘最新的也是最大的055。第二就是台湾的防长确认了，这个飞机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事没事都来逛了，但是舰艇它压根就没有少。整个静默期间，平均每天有6艘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跟以前一模一样。而第3月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发布了2026年度的威胁评估。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上了所有的新闻头条：中国领导人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看到这个新闻，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但我看到这3条消息放在一块儿，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没有那么简单。飞机的确是停了，但是舰艇没有停。最强的军舰刚刚到位，然后美国情报界的这个正式的评估说放心，不会打了。那这些事情同时发生，我不相信这是巧合。那先说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2027这个大限将至，在华盛顿几乎已经变成了是一种神经质。源头就在于说2021年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可能会在未来6年内尝试夺取台湾。那之后几乎每一任的印太司令、CIA 的局长、五角大楼的年度报告都在强化这同一个判断。过去这几年，美国的军费申请、武器的采购、兵力的部署，很大程度上都在围绕这个年份来转。2027年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实现，它其实也是美国一整套军事资源分配的逻辑的锚点。然后加巴德代表美国情报界在参议院说了这句话：中国领导人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时间表。很多人据此就认为加巴德这番话等同于是美国情报界的年度评估正式宣布了，戴维森的幽灵可以消散了，2027不用管了，没事了。那这个官宣或许可以代表近年来美国情报界的一些共识。 CSIS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专家的调查，有 83% 的专家他们评估说中国不会在2027年以前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为什么呢？说白了就2件事情。军事上2栖登陆是地球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诺曼底这样一种规模的渡海作战需要一整套
解放军可能从1979年以后就没有实战检验过的后勤的链条。DNI 的报告原文说，中国领导人他自己也承认，全面实施两栖作战极具挑战性跟风险性。而在经济上，台海一旦开战，意味着全球芯片供应链会断裂，而中国自己的出口经济也会受到重大波及。北京要的是民族复兴，但并不会做经济上的自杀。所以即便这个战略机遇的窗口期它的确存在，甚至因为目前这个中东战争这样一扇窗户开得更大了，但美国判断台海战争暂时不会开打，至少2027年不会。有一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哈，加巴德它的原文用的单词是入侵 invasion，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会打，那这非常诡异的13天静默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13天的空中静默，最常见的解释是政治性的。两会期间嘛，要维稳，给即将到来的习特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中国的体制底下，重大的政治窗口期暂停挑衅性的军事动作是解放军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操作。那这样一种政治上的解释我觉得没有错，但是常规的解释或许也会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细节。空军虽然的确是停了，但是海军他们没有放假呀。那如果纯粹只是为了释放政治上的善意，你会预期空军跟海军他们一起来降温，对不对？但事实是什么呀？在将近2周的时间里头，每一天平均有5到7艘水面的舰艇依然是在台湾周边维持着常态化的巡控。空军从每日10几架次砍到接近于0，降幅超过 90%， 而海军呢一艘都没少，一个归零，一个纹丝不动。在我看来，这个是精确的选择性的拆分。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绕台的常态是全套出动，是不是？海空一体，飞机跟军舰一块出动，一起施加压力，飞机用来制造新闻，军舰来显示存在。但是海空一体化全套出动也有一个问题，它每一次都在告诉对方我来了，但每一次又没有真的动手，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台湾人他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都麻木了。PLA 传递的信号，这个边际效用在递减。当然，如果是传统的把军事手段作为解决方案，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这样一种麻木不仁，或许也是这个常态化绕台要达到的一个效果。但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全面的两栖登陆现在不再是优先级了，所以海空军一起全套联动也不再是最正确的配置了。我们在上一期视频讲到正义使命军演的时候，我分析过一个概念， CSIS 的这个报告里头，中国的蟒蛇战略有2个层级，隔离跟封锁。隔离是用海警，封锁用海军，这两者的区别不单单只是力度不同，更重要的是法律性质的根本性的不同。那这一期我想要把这个框架再往前推一步，因为在这13天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像是在准备封锁，封锁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它更像是在测试隔离的核心前提，也就是不需要动用空军，单靠水面力量有没有可能在台海维持一条有效的压力线。而隔离的这个核心本质，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打击，而是针对台海的一场精心设计的法律战。现代海战的这个规则里头，船的颜色决定了这个冲突的性质。我们知道灰色是海军的军舰，它代表的是军事行为，而白色是海警船，它代表的是国内的执法行为。CSIS 跟南德在他们的这个隔离推演当中列出了一套非常特别的兵力清单，
扮演主角不再是正规的海军，而是150多艘负责登临检查的白色的海警船，再加上外围负责干扰的几十艘海上的民兵渔船。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海军的水面战斗群它只不过是在后方提供威慑作用。兰德报告说得非常直白，中国很有可能会使用准军事海上力量作为隔离的主要执行力量，因为动用正规军那传递的是一个入侵信号，而不是执法的信号。所以大家注意到了吗？在隔离这个剧本里头，制空权它并不是刚需，因为一旦出动大批先进的这个战斗机，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战争信号，美日台会如临大敌，战争一触即发。而只用白色的船只在海面查扣商船，那这个动作传递的是国内管辖权。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 的结论最干脆，隔离根本不需要制空权，靠的是水面跟网络压力。而这个才是这13天静默期它真正的意义所在。解放军它并不是完全停飞，它是在真实的海域做了一场泊离测试。如果不派空军的飞机，不亮出战争的底牌，而单靠白色的船只来执法，用水面的军舰来兜底，有没有可能撑得住？13天测试的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能。第14天直接拉起36架次飞机绕台，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海面上隔离出现情况失控的时候，空军有没有可能瞬间出动提供保护伞？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能，没问题，想停就停，想拉就拉。在军事上，这样一种情况叫做海空兵力解耦。传统的武统的思维是海空一体战，但是在法律战跟隔离战略的框架底下，空军代表的是战争升级，它必须要待在一边，让位于海警跟水面舰艇，因为这个代表的是国内管辖权。解放军在13天静默期内进行的这一场玻璃测试，揭示了中国正在为战争阈值以下的一个灰色行动做准备。在战略上，这个是把冲突的形式从军事对抗降级为海上执法的纠纷，这是一种都没有标准作战程序 SOP 来应对的一个灰色的状态。当中国的海警船在台湾周边登临检查商船的时候，它传递的法律信号是这个不是国际冲突，这个是中国在自己管辖的主权水域内行使执法权。如果美国的军舰敢率先对一艘中国的白色执法船开火的话，美国就在国际法上变成了是那个开第一枪，是升级冲突的那个人。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纸面的推演。2024年2月份金门快艇翻覆事件之后，中国海警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儿，强行登临台湾的出日号观光游艇进行核查，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当时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都在争吵面子问题，但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从一艘台湾的观光游艇到一艘丹麦的超级货轮，在操作的逻辑上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登船临检的这个彩排已经结束了。但法律战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只是甩开了美军而已，他做了一件更加深远的事情，就是把台湾的主权归属这个问题从政治家的谈判桌上直接扔到了全球 CEO 的办公桌上。所以当我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场景并不难想象。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装满台积电化学原料的丹麦马士基的货轮，当它驶向高雄港的时候，一旦被中国海警要求停船接受例行检查，那这个时候做决定的不是五角大楼，也不是台湾的国防部长，
而是马士基在哥本哈根的 CEO 和当时这艘船上的船长。那如果船长拒绝想要强行闯关，海警有权动用水炮甚至撞击，保险公司有权拒赔。而如果船长乖乖停船，接受登临，接受查验，然后放行，那这样一家跨国巨头刚刚用实际行动承认了北京对于台海这片水域的管辖权。所以根本不需要联合国投票，也不需要修改什么中美建交的公报，只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看似平淡无奇的海上检查，北京就可以用商业规则倒逼全球的资本，在台海的海面上完成了一次无声的主权确认。每一艘停下来接受检查的商船都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一张选票。这样一个操作让解放军根本不必在海面上拆开海空兵力，更像是在战略上把开第一枪的政治包袱甩给了美国跟台湾，又把承认主权的法律包袱甩给了全世界的航运公司。那这样一套海上隔离的剧本在纸面上很精密，白色的海警船他们执法，灰色的海军舰艇他们兜底，法律战用来甩锅。但是在精密的纸面规划跟现实的实操之间，隔着一个血淋淋的教训。2025年8月11号，黄岩岛海域，我之前单独做过一期视频来讲解这个事情，但当时没有往台海方向去想。那现在重新回头看看这个事故的意义，其实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的船，他们试图接近黄岩岛，中方卷心菜体系照常运作，也就是海上的民兵渔船在外围，海警310式船负责贴身驱离，而 052D 这个导弹驱逐舰桂林舰在后方压阵。那在那个视频当中我讲过的内警外军是一个标准的配置。海警310式船他们发射水炮，菲律宾船躲过了，然后海警的指挥官或许有点急了，高速超车之后猛向左打舵，然后想要用船身切断菲律宾的航路，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左手边一直有一艘7500吨的桂林舰在护航。那艘1500吨的海警船一头就撞上了7500吨的驱逐舰，自家人撞了自家人，摆了一个大乌龙。Real Clear Defense 在2026年1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的核心判断只有一句话：这个不是导航失误的问题，这个是指挥控制的灾难性的崩溃。为什么呢？其实我当时在视频当中也分析过了，因为这两艘船虽然名义上都归属同一个中央军委来管辖，但是实际上跑在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上。桂林舰它用的是解放军最先进的数据链军事级的武器，能够实时共享战场的态势。而海警310式船呢，它是从056型护卫舰改装的，那改造的时候这样一套系统大概率会被拆掉，所以两艘船之间的沟通可能只能够靠 VHF 这个无线电来喊话。外交官杂志的这个报道更具体，2025年海峡雷霆的这个联合演习当中，海军跟海警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行动计划跟代号，一个系统可能叫 A， 而另外一个系统可能会叫 B， 而中间没有实时的翻译，他们的协调表面上存在，而实际上可能会严重不足。海警跟海军两套不同的指挥链条，两种行动文化，两个数据系统，平时说实话各干各的没什么大问题，但一旦塞进了同一片海域执行同一个任务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事。而碰撞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中方的处理方式特别的有意思，国防部发言人他确认在黄岩岛发生了对峙，但是没有承认自己人撞了自己人。截止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公开的调查报告，也没有看到任何军官被处分的公开信息。
嘴上虽然不承认，身体却很诚实。2025年冬天的百舰出海的演习，明确训练了跨军种的海上协调。外交官杂志的这个报道直接说，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类似2025年8月碰撞事件的再次发生。海警的舰艇被整合进了台海方向的海峡雷霆 A 演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各练各的。所以猜测北京的内部结论大概率就是隔离战略的这个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出问题的是在执行的层面。海军跟海警他们在同一个战场上缺一个能够实时协调的大佬。那如果说桂林舰碰撞事件暴露的是两艘船之间的协调失败，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把这个问题的量级跟规模放大了1000倍。2025年圣诞节正义使命演习的前3天，纽约时报1月16号的这个深度报道揭露了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细节。圣诞节当天，大约2000艘中国渔船，他们在宁波的外海集结，排成了2条平行的反 L 型的编队，每一条长466公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埃里克森，他看到卫星图片之后的判断是，一般来说拖网渔船他们不会冒着缠线的风险挤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是海上民兵的大规模动员与演练。2周之后的1月9号到12号又来了一次，大约有1400艘船，他们排成200英里的矩形，保持队形超过30个小时。以往海上民兵的这个集结操练规模很少超过100艘，而这2次是平常规模的20倍。卫星遥感公司的分析师他们说的最直截了当，中国人他们是在提升对于民用船只的指挥控制跟协调的能力。退役军事分析师舒加特指出了另外一层的含义，这些渔船他们可以充当导弹跟鱼雷的诱饵，用海量的目标来淹没掉雷达跟无人机的传感器。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埃里森他指出，这些编队的朝向不单单只是对着台湾，也对着日本的方向。而在时间线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呀？海面上渔船集结跟封锁演习之间只隔了3天，这不像是巧合，更像是同一场行动的2个章节。民兵编队是拉开了这个幕布，正义的使命是证据上演。桂林舰碰撞事件证明了，在海面上瞬息万变的冲突当中，2艘船的协调都容易出事，而2000艘渔船的编队则证明了未来隔离行动的规模不再是2艘船的问题，而是几百艘海警、几千艘渔船加上海军灰色船只的超大规模混合编队。桂林舰给 PLA 的教训就是缺了一个沟通的大佬跟指挥的中枢。2000艘渔船的这个规模说明，这个大佬绝对不能够只是普通的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在法律战的剧本里头，最大的风险就是失控，因为一旦成百上千艘白色的船、灰色的船跟渔船在海面上乱成一团，特别容易发生误判、对撞甚至走火。那原本精心设计的国内执法的剧本搞不好会起到反作用，瞬间升级为战争事态。前面辛辛苦苦甩给美国的这个政治包袱，搞不好一下子就会砸回到自己的脚上。所以越是要玩这种精细的法律战，越是非常有必要把局势精确控制在灰色地带，不越界1分1毫。这样一支超大规模的混合舰队就必须拥有上帝视角的态势感知，实时任务分配，才能够防止自己人撞到自己人，不出乱子，不出意外。3月8号，这样一颗算力跟通讯的中枢到位了。055型驱逐舰，大家最熟悉的它的身份是航母杀手。上期我们讲正义使命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介绍它的。112个垂直发射单元，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10马赫的末端速度，宙斯盾是拦不住的。
这个是他在封锁剧本里头的角色，负责在外围、在外圈画一条死亡的禁区线，把美军的航母挡在外面。但这一次我要修正一下自己的认知，在格里的剧本里头，055就是那样一根至关重要的定海神针，它是整个解放军水面舰队当中 C4ISR 最强大的节点，它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跟侦察的功能于一身。中国自己的军事文献说得很明白，055能够对战斗群以及支援力量实施指挥管理。在航母编队当中，055大区它是防空协调中枢，而且能够随时直接充当整个水面编队的指挥旗舰。所以把055万吨大区放到隔离编队里头，就能够协调海警、民船、海军3条线，给实时追踪上千个目标，做实时的围抄。干的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战场，也不能够说杀鸡用牛刀吧，因为没有055镇场子，隔离战随时有可能失控，有055坐镇，法律战的边界才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去年12月份正义使命2025封锁演习的这个兵力清单里头， USNI News 曾经记录了一艘叫做延安舰的军舰，舷号106，这个其实就是一艘055，也就是说055实际上已经参加过隔离预演了。3月8号，东莞舰跟安庆舰编入东部战区的海军，航母杀手到位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呀？隔离战的指挥大佬跟神经中枢到位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里程碑的事件。我们现在回头看这13天的静默期， CSIS 跟南德公司早就写好了理论上的剧本，而我们现在正在现实当中目睹这套剧本当中的主要角色一一就位。上一期正义使命这个视频的结尾，我说2026年要盯紧海警的实战化的动向，而我们现在回看这13天，海警跟海军维持巡控，空军暂时退场，055进入东部战区，意味着测试已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启动了。这并不是真的在海面上拦截商船，而是验证了一个更加基础的前提，就是没有空军掩护的时候，水面力量能不能够独立撑住。答案已经出来了，海空解耦，也就是不派飞机，单靠白色的海警船跟水面灰色的军舰能不能撑得住。13天这个静默期告诉我们能。空中力量能不能够像开关一样按需随时拉起。第14天36架次恢复绕台告诉我们说行，没问题。这每一块的拼图我们单独看其实都很不起眼，都可以有令人安心的解释。比如说055入列东部战区可能只是一个舰队扩编的常规操作，空中暂停可能只是政治窗口期的维稳的惯例。但是在情报分析当中有一条铁律，当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异常指标完美契合了同一套剧本的时候，就不能够仅仅只用巧合来解释了。那讲到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加巴德他的这个情报评估有误，那这个是美国情报界的年度正式评估，背后是10几个情报机构的共识。中国大概率不会在2027年入侵台湾，但这个判断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的威慑依然是可信的。然而此时此刻，即便没有人下定决心来削弱这个威慑的可信度，但伊朗也正在一天一天的替所有人做了这个决定。韩国的萨德已经被搬去了中东，31远征队从日本的佐世保调去了中东，美国国防工业的产能被来自于中东的订单排满了。没有人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头说我们放弃台海，但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堵塞之外，除了美军地面部队可能要踏上伊朗的领土之外，现在针对于核设施的互相攻击，则已经标志着中东战争的重大升级。中东的水管在隔壁开着，
台湾这边的水压自然而然就低了。这个不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这个是战略漂移。而战略漂移可能比调整更危险，因为没有人能够控制住这个方向。俄乌战争没有结束，中东战争又开打，那现在大家最焦虑的就怕亚太方面也出事，一旦台海有事，那就真的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美军在亚太出现实力真空，一点风吹草动都很要命。中国甚至有可能什么都不用做，单凭恐惧本身就非常容易出现踩踏事故。而这个就是加巴德现在正式表态的一个大背景。加巴德这个评估回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入侵台湾？在整个戴维森窗口的叙事上，本质上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的。解放军他们到底会不会跨过台湾海峡，登上宝岛的海滩？ DNI 说不会。那让我来描述另外一个场景。之前的视频我们讲过，台湾的能源命门 97% 的能源靠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储备只有8到11天，但是最新的数据更新了， 98% 依靠进口，储备能够撑到11天，变化不大。如果中国的海警船在台湾周边宣布要进行例行的执法检查，要求所有经过的商船都必须要停船接受检查，没有开火，没有封锁，只是检查而已。美国怎么样来应对呢？整个冷战以来的美军是为高端战争设计的，核动力航母、隐形战机、弹道导弹的拦截弹，这是一把为了屠龙而打造的绝世重剑。但隔离不是正面战场的对轰，隔离战术是把几百艘白色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慢慢的游弋，你美军总不能用200万一枚的导弹去驱赶一艘3000吨的执法船，对不对？甚至连美军最引以为傲的水下的底牌核动力的攻击潜艇，你也找不到合法的目标。弗吉尼亚级的潜艇能在全面战争当中击沉2栖舰队，但是面对几百艘白色的海警船跟木壳的渔船，你能够朝着他们发射鱼雷吗？当威胁的形态从2栖入侵降级为海面上的执法纠纷的时候，美国人耗费了万亿打造的太平洋战争机器面临着一种非常荒诞的尴尬。他准备好了打一场世界大战，但却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交通管制和在一个灰色地带进行的长期摩擦。有人会说，美国人不是还准备了一套所谓的地狱警官的战略吗？印太司令帕帕罗上将提出过一个计划，一旦中国大陆发起进攻，美军将会释放数以千计的无人机跟无人艇，对于 AI 标定的打击目标发起攻击，瞬间就能够把台湾海峡变成是地狱警官。我们先姑且不提这个无人机跟无人艇到底是谁家强哈，那这个战略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就是 AI 不懂国际法。杀手无人机他们被设定为识别跟摧毁灰色的海军的军舰，如果海面上漂浮的是100多艘白色的海警船，3000多艘渔船，正在用喇叭喊话要求商船出示海关的文件呢。美国的 AI 能正确的区分正在执行海事检查的白色海警执法船和准备登陆台湾的灰色的海军舰艇吗？美军在伊朗南部的米纳布，在20秒的这个决策窗口里头，把一所女子小学识别为军事设施，首日作战900个目标，精确率 99.89%， 但就这 0.11% 是165个无辜的小女孩。现在我们把这个教训搬到台海，一旦美军的自主无人机它把一艘白色的海警船当作是海军舰艇发动误击，北京方面连新闻通稿都不用改，直接就可以在国际舆论上占领高地。地狱警官或许可以用来对付 PLA 的2栖舰队，但隔离战略根本没有打算给美军一个
可以扣动的扳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交战规则来束缚美军的高科技武器。美国人自己的军事智库在今年2月份这篇文章里头说的非常通透，威慑不会在台湾海峡失败，但是它会被绕开。作者是美国空军大学的首席学术官，退役上校，他用了一个词瘫痪，也就是说解放军没有打算打败你，但是让你动弹不得。军事上动不得，那在金融上会怎么样呢？按照兰德公司的分析， 75% 的航运公司会选择自行绕过，不是因为怕挨打，而是因为保险公司他们比五角大楼敏感得多，反应要快得多。这个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已，这个是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在红海，我们看到当胡塞民兵武装攻击商船的时候，航运战争保费涨了 2700%， 马士基直接宣布拒绝恢复红海的航线。霍尔木兹伊朗歧视性的这个封锁后面导致通行量暴跌 70% 到 90%。 劳埃德船籍社的这个追踪数据显示，西方的船东要绕道好望角，多花100万美金跟2周的时间，没有人命令他们绕路，这个是保险公司替他们做好了决定。我们再来看一看迪拜都没有参战，伊朗战争爆发3周，迪拜的股市已经从2月的高点跌了 21%， 直接进入熊市。房地产的指数2周暴跌 30%， 一整年630亿美元的这个财富流入，现在资本都在外逃。22万印度的技术人才被撤侨。当然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那其实政府可以兜底啊。特朗普其实在中东的确是试过了，他3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通过 DFC 拿出200亿美刀的主权再保险，安达保险担任主承保人，而且还承诺美国海军会护航，这听着非常有魄力，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呢？穆迪对这个事情的评估是远远不够，因为只覆盖船体跟货物，但是不覆盖责任险。万一邮轮的碰撞造成了环境的灾难，没有人赔。所以截至目前，大约2000艘船他们被困在波斯湾，250亿美元的这个船舶资产跟2万名海员都滞留在当地。这200亿美金的国家承保砸下去，这些船它还是不敢走。那如果这一幕搬到台湾海峡，情况只怕是会更难。霍尔木兹你好歹还能够用军舰来护航，因为伊朗封锁是公开的战争行为，美军来护航是有国际法的依据。但如果一旦在台海隔离的话，是海警执法，北京方面会说我们在自己管辖的主权水域行使正常的执法权，美国派军舰来干嘛呀？所以这种情况，美军护航连出场的法理借口都找不到，更不要说真的执行什么护航任务了。航运公司他们不是在评估军事的风险，他们是在评估保费，保费涨到一定程度，商业逻辑会自动替政治逻辑做出选择，就是我们不再去台湾海峡了。伊朗战争打到最激烈的这几天，推特上有一个大 V， 他发了一条帖子，大概的意思就是求求中国了，请千万不要趁这个时候在台海动手，我的投资组合遭不住了。那这一条帖子传得很广，因为这个心态非常经典，他说出了所有基金经理心里的这个话，中东一打，台海的风险溢价自动就涨了，中国甚至什么都不用做，恐惧本身在替他打工，而且真正的绞杀甚至都不需要连续封锁11天。传统的战争它就好像是一个开关，它只有2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打或者是不打。一旦按下战争这个按钮，覆水难收，不容易收场。美国在伊朗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是一个中东的泥潭，但是隔离战略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旋流。解放军可以把隔离的强度领到 80%， 维持3天，这个时候台湾的超市被抢空了，台股暴跌，外资出逃。
然后在第4天会突然宣布演习结束，这个旋钮又领回 10%， 下个月天气好了，旋钮再领到 60%， 然后再下个月心情不好了，一下子又领到 90%， 跟玩似的。旋钮怎么样领完全随机，完全看心情。北京方面完全可以把这个旋钮当遥控器玩，但是资本恐怕是受不了。资本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最敏感的动物，只要这个旋钮一直握在北京手里头，跨国公司他们就会意识到台湾的供应链上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英伟达还会把最新的研发中心建在台北吗？外资还敢购买台湾的长期债券吗？台积电的客户还会把全部的产能压注在一座随时可能限电的岛屿上吗？但反过来，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旋钮也有可能是带电的。台湾海峡它并不是单行道，这里不单单有去台湾的船，还有大量去到上海、宁波、深圳、香港的超级货轮，因为这是全球贸易量最大的航线之一。那如果国际保险公司他们把台湾海峡列为战争风险区，保费上涨它是无差别的，去高雄的船要交天价的保费，去上海的船也有可能会一样。勒死台湾的同时，会不会搞不好连中国自己的外贸物流成本也会飙升呢？当然，解放军的海警船在海上执法的时候，可以有针对性的做出划分，这个没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艾森之所以会说隔离它是旋钮而不是开关，就在于说开关只有2种状态，打或者是不打，而旋钮我们可以用极其精密的微操来做出区分。压力可以大到足以让台湾社会窒息，但是不至于大到让保险公司无差别的把整个台海附近的海域全部标红。而在中间就只需要非常精准的留出那么一条细缝。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055万吨大驱，它不再只是航母杀手而已，它更是一个能够同时处理上千个节点的 C4ISR 的指挥平台。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隔离战需要这种级别的大佬，不单单只是以防万一打仗的时候需要，更因为要精确的控制一场大规模灰色行动的边界，这个操作的精细的程度比对着对手噼里啪啦一顿胖揍要难多了。这个才是隔离战术瘫痪效果最深层次的含义，不是用导弹炸毁掉你所有的工厂，而是用反复的不可预测的灰色的压力，让资金、人才跟信心好像沙子一样从这座宝岛上慢慢流失。美军的威慑战略或许防得了导弹，但是防不了这样一种风险溢价对于供应链的慢性绞杀。第一天，劳合社将台湾海峡划为战争风险区，保费翻了10倍以上。第二天，马士基跟长荣就有可能宣布暂停挂靠高雄港。第三天，台湾限电半导体的产线全面停摆，台股熔断。第7天，台湾超市的货架就有可能空掉了。你没有看到1枚东风导弹飞过台北市的上空，没有1名解放军士兵的战靴踏上海滩，但岛上2300万人跟全球的芯片供应链已经被卡住了脖子。这个就是绕开美国威慑的意思。美国在西太平洋上打造了一把非常精良的门锁，但是他的对手正在安静地卸下窗户上的螺丝，他要翻窗进去。再说一遍，战争它是一个开关，但是隔离它是一个旋钮。当我们在回看这13天的空中静默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海军一艘船都没有少，我们看到055非常安静的列装东部战区。坦白说，我真不觉得这表示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恰恰相反，那些消失了
13天的战机，这2艘悄然就位的万吨级的驱逐舰，以及每天雷打不动在海上游弋的6艘军舰，是一次无声的系统测试。它测试的不是能不能打这个传统的武统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升级后的解决方案，能不能不发一枪就让对方窒息，这是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国到底会不会在2027入侵台湾，这已经是一个伪命题了，是一个过时的问题了。系统早就已经迭代好多个版本了。说起来2027，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还死死盯着这个叫做战争的红色开关，但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整个房间的氧气正在被慢慢抽干。我是艾森，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